太神奇了吧，朋友们！无人机航拍竟然发现这个山梁上有一栋房子，更神奇的是，竟然还有人居住啊！走，我们下去探访一下。从这个无人机飞行的距离来看呀，这里走下去应该是2公里多一点的路程啊！我天哪，这里这一片草场多么漂亮！养一点牛，养一点羊，那多爽啊！哇！我现在又穿越这一片草场，然后再穿越下面的森林，再转几个弯，就可以到。我现在实际上已经步行了很久了，像这样的环境，不养个几十头牛，哪里对得住这么多草啊？是不是？再看一下我前方的这个山峰，层峦叠嶂，是吧？你想跨越过去，真的是太难了。朋友们，我隐隐约约已经是看到了我们要去拜访的那一户人家，看到没有？这里，中间，屏幕的中间。但是现在我要从这里走去，再从这里下去，然后再上去。你看得这么近，但是实际上我们走过去可能需要20来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吧。在我们贵州，是不是望山跑死马？就是这个意思。你明明看着很近，对不对？但是你要走到的话，你需要走一会儿。我要是在这里养个10头8头牛，那该多好，对吧？全是这么漂亮的这个草，草资源太丰富了。晒死了，朋友们，看看我晒成什么样了，我都感觉跟包拯差不多了。这么多的草啊，这一片山脉下来全是这样的草，真是不养殖太可惜了。那里马上就到了，这里弯过去爬上去就到了。这个地方你们看看吧，环境又好，草资源又好，真的是养殖的一个天然的好场所。看得出来这些全是土地啊，以前都是土地，现在没有做了，它就全部长了这样的茅草出来，而且这个草也非常非常漂亮。你们看这一个山脉的两边都是这样很深的一个大峡谷，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就要到这户人家的居住地了，看到吧？已经看到种的玉米了。这个门前呀，好大的一棵核桃树，这里种了一片的玉米。他这个居住的位置是居住在这个山崖口啊，后面有一个小山头，对面也有一个小山头。看到这棵核桃树没？这个是几十上百年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见证啊！哇，天哪，走了40分钟才走到这里。这个门前种的一大片的玉米地。刚刚我们看到的主人家不知道在不在啊？因为我们航拍的时候看到有人的。看一下，这边是土墙的房子，中间是这个木房子，那边也是土墙房。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2代人建筑风格的一个不同啊。这里也是土墙，这片玉米地个子长得这么高的吗？还有栏杆拦起来。哇，看一下，这个边上都是用树皮来盖的。这个房子好像也比较破旧了。哎，这里怎么是用竹竿来挂住的？人出去了，人到哪里去了呀？应该是只有1个人居住在这里啊。这一户人家应该搬在这里来很久了。你看，边上这一个已经坏掉了，对吧？那么后面那儿呢，也有一个土墙。那边上那个应该是一个猪圈，这儿呢养有一些蜂。那么它这个地方呢，我确定是不通电的，是用这个太阳能来进行照明。除了照明之外，应该没有其他的一些电子用电的一个设备。
看看那个是烧水的一个茶壶，它煮饭呢也是在外边煮的，应该是在这个土墙房里煮饭。估计是一个老人在这里哈，因为没有看到更多的人的这个衣服啊，或者说其他的用品之类的。真的是比较遗憾哈，我还担心是看不到人，所以航拍发现人了之后才过来，竟然也没看到人，有很多疑问，也没得地方问，对吧？这一户人家呢，应该是居住在这里是上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看这个土墙，包括木房，那就是分别不同的2代人建造的房屋。那么目前居住在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单身老人，估计就是70岁左右吧。这个地方呢，我跟你们讲哈，整个周围5公里内是没有任何人烟的。它的这个房子，这个山梁的2边，包括前边，都是一个巨深的一个大峡谷。也就是说，要进出山的话，只有从我来的这个山梁杠啊，也就是后面这条梁杠，只有这条梁杠呢，才能够步行到这里来。也就是这一条道呢，也是他出山唯一的必经之道，没有别的路啊，2边都是很深的峡谷。所以我也特别的好奇啊，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了？我天哪，搞得我现在有点迷茫啊！我现在这个脑瓜子都嗡嗡的，为啥吧？因为他这里真的没有路可以走啊，他那个东西背到哪里去了？我来的路上也没有看到人，搞得我现在人心惶惶的。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搞得我有点慌了，走。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看看我把车子开到什么地方了。这是一条毛毛的公路，然后我身后呢，像是一片原始森林啊。这一条毛路呢，通向这个山脚啊，这里边应该是住有人家，咱们一起去探秘一下。这个路走的车还是比较少了，估计就他一家的车啊，偶尔可能有其他的朋友进来吧。反正这个路呢，天晴的时候还没有关系，下雨的话，估计这个路就比较麻烦一点。你看它是那种，还好是那种碎石，不是黄泥。如果说黄泥巴路有一点这个坡度的话，基本上你是很难开得进来的哈，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我挺佩服的哈，我无人机看了一下，这边呢就1户人家在这里。1户人家在这里呢，也修通了几公里的这个毛路，确实也不简单哦。因为住在这个大山里，1户人家呢，你这个基本上呢，要想把这个路修通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只有你自己出钱嘛，没有人跟你共同承担。相当于我是从这个山上，对吧？然后开车到这个峡谷底部来，所以这种公路上开车呢，这个技术还是有要求的哈。如果说你对这种崎岖的山路啊，还有这种拐弯的这个把握，不是很熟练的话，还是建议不要走这样的山路啊。很多人说想跟我一起到这个山里面来转转，你说像这样的路，你们敢不敢来呢？你看天晴的时候，这个路都有一点点滑哈，你不要说下雨了，下雨嘛，你这个路根本就没法开。但是它这个路保护的还可以哦，一家人在这里能够让这个路还可以开车下来，我觉得已经挺厉害了哈。哇，你看这个路太陡了，然后又是急弯加陡坡，所以这个拐弯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一点都不能开玩笑的。
这边真的是一个大峡谷哈，朋友们，深山里面的一个大峡谷。你看那儿还有好多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古树啊，住在这个山里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的车子好像只能开到这里了。这个主人家把这个地方给拦住了。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世外桃源了，有很多人这个喜欢隐居是吧？这儿就非常适合隐居。哇，太漂亮了！看一下，住的这户人家就在这里。然后他们这个公路过来有差不多2-3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哈。然后这个房屋的前边呢，就是还有水啊，水源非常的丰富。像这个山后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始森林，相当于这一户人家呢，他是住在这个原始森林的一个边上啊，好清静啊，在这个大山里，是吧？玉米已经快熟了，然后这家人养了好多鸡，他这个外边是建了一个牛栏猪圈啊，下层好像是养牛，上层的话是可以居住人的。养的有鸡，养的有牛。你们说，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地方，你们担不担心？哇，有狗啊！耶，这还有个车，还有个老年代步车。咕噜，不见主人家呢。哇，好热！咕噜。这个主人家好像不在啊，主人家好像不在。我们就这样隔远看一下吧。这里是独一户的人家居住在这里。我们看到那儿还有一个老年代步车的一个小4轮的车。这里环境太漂亮了，朋友们，真的太漂亮了。它这儿还养蜂了，这边这个横着放了好多的蜂箱，而且这一户人家呢，比较勤劳哈。你看这个周围啊，都种了这个玉米。我们看不到主人家呢，这个没办法跟他唠2句。但我就说这个地方的环境漂亮啊，真的很漂亮。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呢，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你像这个山的这个后面啊，全是一些原始森林，所以你在这里干什么不好呢？水源也是充分的，然后没有任何人跟你抢夺这个地方的资源，真是美不胜收啊！有点遗憾啊，主人家不在。但是这个环境的话，这一户人家真的是赚到了哈。然后它这个四周呢都是山围住的，而且房子的正前方呢是很大一片的原始森林，它这个地方也不缺水源，毛的公路呢也通到了家门口。这个应该是他们自己凑钱挖了这条路啊，挖这条路有3公里多，我估计也花了好几万块钱。比较遗憾的是今天没有看到主人家哈，咱们也不能在这里等，要不然的话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在这里居住的一个感受，包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然后多少代了，对吧？我们都可以了解一下。但是这一户人家呢一定是土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只有一家人，所以这个前方这些山呀
都是他家的，肯定都是他家的。我估计呢，这一家人肯定是土豪啊，土地呢有不少，然后山林呢最少也有个几百亩、上千亩，这是我对大山里面的一种认知啊。因为一般来说，一家人住在深山里面，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这个周围的所有东西呢，也基本上都是他家的。所以你不要看这一户人家是住在这个深山峡谷，实际上他有可能是土豪啊。如果是你愿意居住在这样的深山里面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哈。然后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哈，我又慢慢的返回去了，开车还是要慢一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在贵州大山深处这里发现一个隐蔽的山洞，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山洞口啊，竟然建有一栋5层的楼房。我们看这个形状啊，好像已经废弃了很多年，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我们一起进去探秘一番。现在呀，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洞口的下方，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是在遵义市凤冈县的土溪镇啊。这个洞的下方这儿呢是有一条公路。那么，要上去呢，就是从这个位置上去啊，要步行上去，大概是10分钟左右呢，就到达那个悬崖脚下的那个洞口那儿。5层楼房呢就在那个位置哈，应该是比较好看。走吧，上去看看。这个地方啊，其实是挺难让人发现的，因为你开车往这里过呢，你根本看不到里边的房子，你只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崖壁，里面整个感觉呢，就是给人一种特别阴森森的感觉。那么它这个洞里面呢是有水流下来的，只是现在呢这个整个天气干燥比较厉害，所以水流呢也基本上干断掉了。那么我们从这个进来这个路的痕迹啊，就会发现已经是废弃了很久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石梯的话，它下面是一个镂空的，我们相当于步行在这个悬空的这个梯子上，仿佛是走入云端的这种感觉啊，就像是这种天梯。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崖壁，你看山洞建了这个5层楼房就在这里。走到这个跟前啊，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奇特呀。我们修上来这个路啊，它都是比着这个用楼梯修上来的。你像这些地方，像这个石头都是斜放在这里。那么你看它这个5层楼的楼底啊，都是悬空的，所以说当时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应该是费了很大的一个功夫。走，有声音了，干嘛呢？吓我一跳，竟然有人在这里！哎呀，你们2个住这里的吗？也来玩的？有2个兄弟在里面啊，他们也是来玩的，我以为是住在里面的，吓我一跳。来看一下上面。上面吗？我上次来没有进去，不敢进去。凉快啊！凉快哦。哇，这个地方有水从上面滴下来。走吧，进来看一下。上次1个人不敢进去。我们给你10号。哇，这个地方大家看看，你们特别好奇的，这个房子里面到底有啥？我们今天就能一睹为快了。看看它这个房子是5层楼，是吧？建的是5层楼。走吧，走吧，走吧，进洞去看一下。这个也是很多小伙伴非常感兴趣的，我也非常感兴趣的。哇，一到这个洞口，非常的凉爽啊！天哪！这边都是废弃的。你看，这边是厕所，这厕所好豪华呀！你们看一下这个厕所的这个岩壁啊，都是这样的这个石头啊，这种石头叫风化石嘛，看着好像。这边呢，就从这个楼梯上2楼，这里边呢也全都是废弃的了。哇，也走到这里面来，感觉一股阴风袭来，好凉的这个风啊！这里是2楼，我天哪！你们来了多久了？来了1会儿了，半点。
这个里面修这么多小框框，这个是干嘛的？不知道，可能是养殖的公司吧。养殖的。应该是养殖。这么多框，这么多小水池。这感觉是养什么？养娃娃鱼吗？这个造型有点像。还是2层的这种小水池，上面1层，下面有1层。我之前没来过，我今天是第一次过来。你也没来过吗？哇，你们在这上面一讲话吓我一跳，我以为有鬼呢。这也是挺吓人的。这个就是2楼。你看2楼看出去根本看不到外面。这边还有一股水流。3楼怎么上去啊？我们能不能上楼顶去看看呀？哇，你要是一个人走在这里，你看到这么多的小水池，你心里面一联想的话，是不是有点害怕？这风特别的冷啊，这里面的风。刺骨吧，有点。对。你们俩就是本地的吗？对，离这里不远。哦，怪不得。这上面跟上面不一样的。这是上面哈。上面有点大。哦，这上面又是大池子的。呀，小心一点哦，这个山洞里说不清楚的。哇，这个建成这个样子，这个老板花了不少钱呀。对啊，他这些所有的材料全部是人工搞上来，这没有个几百万根本搞不出这个样子来。为什么现在是荒废了？对啊，他这个看样子是养鱼的哈。哦，到上面一层看一下。走吧，走吧，走吧，又到上面去看看。说实话，一个人真的不敢进来，太吓人了。我叫了一个招人过来，上过来。要是不看到你们2个在里面的话，我一个人走到门口，我就回去了。这是缘分呐。对。这个上面还有个转角。这个往上走，越走。哇，这上面好像还是本身的路苗呀。越走感觉有点吓人了。越走越凉快了。对。这个上面看一下这里。这里呢？这里也是这种小的这种池子。这上面比下面大，这上面好像宽一点。这就是4楼了，对吧？这是3楼。应该是4楼了。好像是3楼。哇，真的很大呀，很大呀！你说一个人走这里面呢，你要不知道是干啥的，感觉就像搞什么实验的哈，有点吓人的嘞。而且他也挺奇怪，他走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敲碎了呢？敲它干嘛呢？我觉得没必要啊，他要走的时候可以直接走啊，为什么要把这些瓷砖呐、这些东西全部敲碎呢？敲碎了看着好恐怖啊！奇怪的。对啊，你走就走呗，对吧？为什么要敲？难道是大晚上的有其他的东西在这里敲吗？我们到上面看一下。人都来了，要不然走个走啊。对，这个蛮吓人的。上面好像没光啊，光的没这里。它上面这里到洞顶了吧？哇，这个洞好大。哇，这里凉快，这里凉快。哇，这刚才是洞呀。哇，有声音。这里面刚刚有声音，好像什么在跳。好像听到啪了一声哈。对。感觉有点吓人啊。哦，有水，有水。不会是有娃娃鱼吧？这说不清楚哎。再往里面去，我不敢去了，有点小。我天哪，这个。你别走上去哦。哇，这挺深的。那里面就是洞里面了哈。嗯。哇，那里那么多蝙蝠。天。哇，那里全是蝙蝠。
啊，这个上面也全是这种，敲烂了的这些小瓷子。不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它为什么要敲烂？好奇怪啊！你不敲烂又没事，你要走就直接走呗，对吧？为什么要把这些瓷砖全部敲烂？哇，好神奇啊！这上面就是洞顶。哦，飞了，蝙蝠！看到没有？这个镜头中间这一片全是蝙蝠，全部是蝙蝠屎。这个下面，走吧，别过去了。挺吓人的。这里还有人在烧火吗？难道这里有人在这里来玩过？我感觉晚上这里可能有噼里啪啦的东西。还是到外面来好。你说在里面的话，这个心里面老是咯噔咯噔的，感觉还是有一点那种怵的那种感觉。朋友们，现在已经从这个洞里面出来了。说实话，里面真的是阴森森的，一直对里面有好奇啊。现在我们5层楼都看了，你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吧？里边应该是养殖这个中华鲟和娃娃鱼的。它那个大的那种池子呢，应该是养中华鲟；小的单个的那种池子呢，应该是养娃娃鱼。我比较奇怪的一点是，它可以搬走，但是为什么要把里面的这些池子全部敲掉？这个让人看去真的是有点惊悚的这种感觉哈。然后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废弃的呢？咱也不清楚。在这个山洞口建这么一栋5层楼房，而且呢，它还要沿着这个峡谷进来，要建这条路，我估计整个工程没有个400-500万，可能是做不下来的。当然，这个老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500万都不要了，直接把这个房子废弃在这里，咱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我觉得呀，拍恐怖片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到这里来尝试一下，你都不用布景，你走进去就已经感觉很恐怖了。好了，朋友们，本期的探洞之旅呢，就到这里。你敢相信吗，朋友们？20年前从一棵楠木树上掉下来一棵树枝，竟然卖了60万。大家好，我是泰哥。现在呢，我在铜仁德江的楼房村，这边呢有一棵4300年的金丝楠木，被称为亚洲楠木王。走，带你们看一看这棵神奇的、价值不菲的楠木树。我们来到这棵树的跟前呢，这里写着亚洲楠木王。千年神树。那么下面呢有好多的文字，也介绍了这一棵楠木古树啊，跟当地的这个土家族的一些渊源关系。大家有兴趣可以截屏好好的看一下。那么这棵4300年的古树呢，就在这个上方这个位置。我们来到这棵楠木树的跟前啊，发现这棵树真的是非常的巨大。哇，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根系呀，是全部抓入地面的。而金丝楠木呢，大家知道它这个木料啊是非常的一个坚硬的，就坚如石头一般的这种感觉。整个这个树根下面，它像这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心脏一样抓向地面。它下面这个树根的这个幅度啊，据说有32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面积，而且还有没露在外面的。那么它这个树的树高呢，有43.5米哈。43.5米是什么概念，朋友们？相当于13层楼的高度啊，大家可以去核算一下。这棵树的树围呢，他们标出来是12米，12米呢，就可能要大概9个、10个的成年人呢，才能把这一棵树给围住哈。这一棵树的树龄啊，至今为止呢，据他们的介绍啊，有4300年。哇，4300年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啊，我还没有出生，可能看视频的各位呢，也都没出生吧，非常的久远哈。我们人活几十年都不容易，那么这棵树矗立在这个地方已经4300多年了，太令人敬佩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棵树的大小，大家在视频中啊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当我特别
靠近这棵树的时候啊，你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在看这个树的一个树围，那么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红布啊，把它围起来的。那这个呢，也是当地的这个村民来给它围上的。一个呢表示敬重，第二个呢是祈福啊等等这些意思哈。因为毕竟这棵树生长了4300多年，也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他们好像是每逢一些节日呢，会到这个地方来做祭祀的一个活动。之前我来过这里一次啊，有个本地的阿姨跟我讲啊，他们有一次祭祀的时候啊，下面站满了几百人。那么祭祀的时候呢，都没有什么事情。当人全部撤离开的时候啊，上面呢掉了一个枝桠下来。所以你看，像这样的千年古树啊，其实它都有一定的灵性哈。人们呢在这里来敬重它，当然它呢也是在保护人们，对不对？那么大家来近距离的观看一下这一棵树哈，在我的感觉里啊，就是大，一个字大，两个字非常大，三个字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个可能咱们在视频中就很难感受出来，你到了现场之后，你就感受到这棵树的一个巨大。那么这棵树的上边呢，其实已经断了2、3棵的枝桠，导致呢它的只有这边呢才有枝桠。那么这边的枝桠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茂盛，但是呢左侧呢其实是光秃秃的。我们走近一看呢，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撕裂开了一条口子啊，可能这边太重了，又或者说是这边掉枝桠的时候给弹开的一道口子。所以我觉得这一棵4000多年的古树呢，需要人类的一个呵护啊。那么是不是这边呢应该给它加固一下，对吧？要不然这种大风吹啊，或者说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还有啊，就是它这个下方，因为我们到很多地方呢，实际上看到这些千年古树呢，它的周围呢都是围起来的，而这一棵千年金丝楠木呢，实际上它是没有围起来的。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边上跟它围起来围一下？今年因为这个天气特别的一个干燥，你看这个树的中间呢，有很多这个树皮呢都已经在往下掉啊，看着好心疼，好像是缺水的这种感觉。可以说呀，这棵树啊能够存活到今天，实属非常不容易。它经历了数千年的这种山体滑坡呀、电闪呀、雷击呀、泥石流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自然灾害的一些摧残。我们也看到它整个树的这个身体啊，也是伤痕累累，真是不容易，非常值得让人敬佩。我站在这里呢，可能大家还是感受不到这棵树到底有多大，可能要用数据跟你们讲一讲呢，才能够够大。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树围12米啊，树高43.5米啊等等，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来告诉你，这个树围12米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它这个树的胸径、直径是多少米呢？3.8米。3.8米什么概念，朋友们？我们2个1.9米的人躺在地上对接起来，这就是这棵树的一个宽度。朋友们，你见过这么大的树吗？所以说这棵树4300年，那真的是此言不虚呀。说它是亚洲楠木王，真的是不为过呀。你有听说过哪里有3.8米的直径的树吗？可能没有听说过吧。而且它还是金丝楠木哟，你们知道吧？金丝楠木它堪比黄金还贵，因为它生长的非常非常的慢。比如说我们要拿来做这个房子的这些柱头哈，可能就是这么粗一点，它要长多久才能长这么粗呢？200年，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昂贵。那么金丝楠木呀，也是我们近代呢才开始把它保护起来。在明清时候啊，这个大量的砍伐，因为大家知道这种木料它是万年不朽木，就大量的砍伐一些有钱人家呀、这个皇家呀等等啊，用这个金丝楠木去建房子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具啊等等。
所以说呀，在云贵这些深山里面，很多的金丝楠木呢，就是被那个时候大量砍伐的。你看我们这个楼房村呢，也就只剩下了这一棵巨大的树，可能是因为它的树龄时间太长了，才躲过一劫。那我们周边现在，因为你看不到比它小一半，哪怕是小一半的树，你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一些这么小的一点树，可能也就是最近100-200年长出来的。可能你们见到过的金丝楠木，也就是2米多的直径吧。这种树都是多少年？一般都是1-2千年。这棵树是3.8米的直径，朋友们，你们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个数据。所以说，这棵树能够生长到现在，实属不易，非常非常的罕见哈。如果说咱们用现在的经济来衡量咱们这棵4300年的千年古树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值多少呢？1个亿、2个亿 ？No， 它在中国来说都是无价之宝。在遵义市汇川区任江村的一处崖壁上，我们看到了一排排列有序的山洞，大大小小23个洞口并列成一排，看去非常的壮观和震撼。据了解，这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军械库。1938年，广西第42兵工厂迁至遵义，为了躲避敌人的侦察，不得已才将机械库修建在这崖壁之中。当时在这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千人同时作业，整个工程从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是纯手工打造，规模之庞大，几乎将整座山体掏空，半年时间就修建完成，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崖壁下这一排洞口的地方，走，大家跟我一起进去看一看。它这边这儿呢是有一道门的哈，有一道门进去呢就可以到里面的通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这个牌子啊，排子洞抗战军械库旧址。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里面呢，它这个全部是人工开凿的哈，在这个石头边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钢钎呀、战纸打过的这些印记啊，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上千人在这里面作业的这种热闹的场景啊。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个下水道吧，它这个是做的下水道，然后这个隧洞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差不多就是2米多一点的宽度，这个高度呢，大概可能有个3米多吧。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来到了第1间的这个储藏间，这个就比较大哈，它像一个桥洞的这个圆弧形的这种感觉。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一个房间一样，但是这里其实是整个岩石山体啊，一点一点的抠出来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石壁上的话，都留下了很多钢钎呐、这个战纸的这么一些印记啊。我呢其实参与过这种爆破山体的这种实践的，所以说我大概知道它这里面是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打造出来的。当然就是最原始的工具，像钢钎啊、2锤啊、铁锹啊这些东西，但是也会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些火药。比如说我们要开凿这么一个隧洞，对吧？那可能边上呢要用手工砸掉一块下来，那我们再从另一边呢打孔啊，然后呢计算出这个需要的火药的量，然后呢再往里面把这一块呢给它震下来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来挖这个隧道这么一个过程啊。这边这个房间呢就建得比较特殊一点啊，它是一格一格隔开的，也不知道以前它是做什么的，还是后来又怎么改进的也不知道哈。哎，对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地方我上去指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这上面没有，这个上面就有一些孔洞啊，东一个西一个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孔洞。那这个孔洞是干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往里面砸一个洞啊，用那个钢钎去敲一个洞之后呢，把这个火药干嘛呢？就放在那个洞里面，然后去一块一块的震下来。这也验证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观点。然后这边到这个洞口来啊，我们往外面看一下。啊，这个外面看起来这个环境啊，风景是真好啊。以当时的基建能力开凿这么大的工程啊，真是了不起。这里的每一个刀痕，每一个痕迹呢，都能体现了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行走在这个步道上啊，每一步都感觉到这个工程的伟大。这个过道啊，它总的有150米长。那么它这个建设方式呢，也比较奇特。内侧是过道，外侧呢是房间。总的呢有23个洞口，分别被隔成了19个储藏间。那为什么这个外侧会建这个房间，内侧是过道呢？为什么不反过来呢？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哈，因为当时这里面呢是堆放的这个兵器啊，包括枪支啊、弹药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兵器，它的操作呢是要非常精细化的。那我觉得呢是洞口，我觉得这个储藏间在外面呢，很有可能是光线的一个原因啊。这个过道还是挺长的哦，我走了好一会儿了还没走到，这里才走到什么第10间，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才走9间，它这个编号呢是往那边是大号，这边是小号啊，我们现在相当于才走一半啊，所以说还是特别长的。它的每一间呢差不多也都是这个造型吧，因为这个造型应该就是最原始的造型。这里是原料仓库啊，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是什么仓库？药品仓库是吧？它这个每一间的作用都不一样的，像这里的话是成品仓库，它可能就是堆放那个枪支弹药的一个地方哈。我们现在呢就从另外一侧呢这里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呢，它这个外边呢还有一个通道，那么这边这些呢就是洞口了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23个洞穴呢，它是这个房间呢是在这个崖壁的脚下，然后呢在里面硬生生的开凿出来的19个房间，所以说这个工程确实是非常的震撼哦。抗日战争之后啊，在1966年的时候，沈阳的飞机场搬到遵义，然后第5709的生产车间呢就被放在了牌子洞。当时在这里是生产和维修航空雷达探测器的。牌子洞因战争而建，因和平而显，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默默无闻中又透露着强烈的责任感，最后止步于和平年代，同时呢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这段艰难的历史，记得在中国大地上有千万个牌子洞，记得祖辈挥洒过的热血、泪水和汗水。最后，希望不再有战争，希望世界和平。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四川古蔺的深山里边。刚刚我们通过这条路行进过来之后，到达这里呢，看到一个悬崖，有没有？上面有大概有70、80米的这个瀑布从上面流下来。那么我们行驶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公路就已经到头了。我们看到这里呢，有几个小的三轮车，这边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竹子。那么它们的这个竹子呢，是从这个悬崖上边有这个就是缆索啊，有这个缆索，这样呢才上边砍了竹子之后呢，用缆索从这里滑下来之后呢，在这个地方上车把这个竹子拉走啊。因为这边呢都是以竹子为主啊，所以呢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都是竹子。然后这个悬崖村庄呢，
只有从这里上去啊，唯一的一条小道，然后从这个悬崖上上去，非常的危险。那么这里呢，就是搭了一个棚啊，是他们悬崖村上面的村民呢，把这个车辆是停在这个位置。那他们自己呢，也是必须要通过这个地方步行上悬崖村。大家看一下这里这一挂瀑布，真的是超级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因为现在呀，像这样的悬崖村上面住的人也比较少，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路上走的这个痕迹也比较小哈。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原生态的一个地方，是吧？需要走这样的悬崖步梯呢，才能上到悬崖村。其实挺佩服住在这个悬崖村上面的人民的。大家看，出一趟山非常不容易，特别的累啊。下坡要特别小心，上坡的话是特别累，尤其是背这个生活物资的时候，这个肯定要累满头的大汗，你才能够爬得上去啊。这个是不是就像这种悬崖天梯一样？而且它这个梯子的外边是没有任何保护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说的就是这个路吧。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基啊，都是全部是这个红石头一块一块的这个镶嵌上来的，看起来特别的复古，特别的漂亮。哇，这家人特别勤劳啊，看着堆了那么多的木材。主人家，有人没得？看没人在家，那咱也不能进去啊。喊了好几声都没有人。这个房子是一个三合头的房子，特别漂亮的。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吧，看看前面有没有人吧。看到吧，那户房子应该是没人住了，那上面的瓦片都长青苔了。你们这个上班总的有好多户人呢？这个以前是有10多户人，现在有几户人了。那你们背东西下去啷个办呢？就走嘞？就在这儿噻。还有按照滑石嘛，滑石滑。有滑石把东西滑下去。有滑。上来也是滑起上来。对对对。走路才走的。就是走吧。在这里住好多年了呀？我们一直晓得是，就是祖祖代在这儿住起了的，起码是100-200年。100-200年了。100-200年是。嘿，那个时候为啷个想到在这高头住，还出都出去不到？那个时候嘛，他这些全部是铁窑，他自己总爱吃啊，总爱产的有粮食了嘛。在以前。反正不出去。就是很少出去啊。你们整那个梯子上来都要把73年啊，都干也20多年了啊。73年整的？都干好多年了啊。就安那个梯子上来。4块钱步啊，那会儿。4块安一步啊，个梯子儿。这哈儿嘛，就40块你都安不起一步。也不少钱呢。也1000多啊，20多是。20多是1000多。这个就把10万都干不上来噻。干不上来，10万都干不上来。就是啊。你看有危险。有危险。请人干的哦。请人干的啊。那个事儿读书啊？读书少得很的。不读书？读书多。也请来就是在农村当中的10个8个的小孩，请那种一般的，就是说以前那种老师就好像就是说读那种百家姓咯。就相当于直接请来你们这高地来在老家几个人在那儿来教。我来嘛，为得生活安吃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读书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现在嘛都在城里面去了。现在嘛都是在政府办的小学啊、中学这样。那个事儿才恼火哈。那个是。你们都在住在这上面的哈？我是住在梯坎子上边的。坎上哈。你们这个队等于说只能从那里一条路啊？2条，有一条从
外边是没有人走了，现在我们整体都是走这条大瀑布这条。现在都在走瀑布啊，在那个崖边点哈。啊，对对对。哎呦，这走起好累啊，这路。哎呦，我们习惯了就没得问题的。体质有啥好？就那个体质滑呀。滑，那个体质有些时候下雨的时候有点滑，干上都不滑。你们这个队总共有好多家人嘛？我们这队多数都搬走了，现在等于是他还有4、5家。4、5家哈。有些人全部都买房子到吃水去了。哦。就剩了我们这没得钱人在屋头。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湖南。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湖南湘西。我身后这座大桥就厉害了，它是湖南最贵的桥，也是全世界最牛的吊桥。除了中国之外，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在5年之内建成这样的超级大桥。它就是克服了5大世界级施工难题，创下了4项世界第一的湘西矮寨大桥。桥的主跨度是1176米。桥面宽度24.5米，桥面至水面的高度355米，相当于110层楼的高度。大桥于2007年10月开工，2012年3月竣工通车，花了5年时间才修建好，总造价高达15亿，比世界第一高桥的北盘江大桥还要贵。大桥分为上下2层，上层通车，下层可以供成百上千的人行走。走，我们现在一起到桥上去看一看。从这个地方呢，坐电梯下去啊，哇，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矮寨大桥，犹如这个在云端的一座大桥啊，看到没有？云雾缭绕。那么下来它是要坐这样的电梯，是要坐2级电梯啊。我估计那个地方还有这个上下的这个电梯坐下去，因为这个高差还是有点大的。现在我已经在这个大桥上来了，从这里可能还要坐电梯才能到下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桥，是不是非常的雄伟壮观？这已经在电梯里面了，坐这个圆环的电梯，我们就可以降下去，然后再到这个桥的下层啊，步行在桥上，感受一下特别震撼的这种场面啊！哇，这个要下降这么高的吗？咦，这下降下来都是100多米吧，我感觉。这个矮寨大桥呢，它这边呢直接就是从隧洞里面钻出来的，那么然后呢就一直延伸到那边，中间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柱子。当我们隔很远的时候看这些钢铁啊，感觉好像比较小。我们走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所有的钢铁、角铁都是非常粗壮啊，非常结实的。桥的左下方这边呢，就是矮寨镇。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下去，是不是显得视野非常的开阔？对面的山峰也是云雾缭绕。穿梭在这个桥下呀，你才能够真正去感受到中国基建的魅力啊，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如果是在这种下雨天气啊，就像今天这样，瞬息万变的这种天气，它会让这个云雾啊，一会儿在桥下，一会儿又在桥上，给我们这种桥在云端，云在桥下的这种感觉哈，非常非常的震撼。
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来走这个玻璃啊？桥上它也建有一个通透的玻璃，可以直接看到下方的这个矮寨公路，还可以看到下面的车辆在行驶，这个真的是令人惊叹不已。我们把镜头移过来，这边会看到那边的悬崖峭壁，那3个山峰好像是被称作姊妹峰，是吧？对面这些峡谷，成片的峡谷就是德夯的大峡谷，相当的壮美啊！整个这个桥上的行程呢，来回大概是2000多米。这个步道上呢，它也铺了塑胶，踩在这个上面啊，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上面行驶的这个汽车呀，它的震动会被完全的传递到下方的这些钢铁丛林中。刚刚进入的时候呢，会有些意外和惶恐，适应了一会儿就好了。这条时光隧道对人是很友好的，可以看到一路的风光，可以看到有车辆在蜿蜒的矮寨公路上行驶。如果说没有上面的大桥啊，下面将是一片拥堵。矮寨大桥在刚竣工的时候就已经名扬天下，一下子创造出了4个世界之最。一是世界横跨峡谷最长的悬索桥，二是世界最先采用塔梁完全分离结构设计方案的大桥，三是世界最先采用轨索滑移法架设的钢横梁大桥，四是世界最先采用岩锚吊索结构并采用碳纤维作为预应力晶材的大桥。据说在旅游旺季啊，每天到这里来旅游参观的人数都过万。我在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到这里来玩耍呢？一部分人可能是想在这里来玩高空项目，另一部分人可能是喜欢到这里来看云上多彩的峡谷。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带着孩子来看一看这个钢铁巨龙，对吧？来感受一下中国这个震撼人心的基建。就像你带着孩子去看《流浪地球2》一样，或许能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未来的种子，他的目光会是浩瀚的星辰。这个地方真的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啊，发生了一个特别奇幻的真事儿。你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发财方式，但是靠做梦发财，我相信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第一次听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重庆巫溪的宁场镇。我身后这一条河呢叫做大年河，就在大年河的边上啊，坐着一户人家。这一户人家的房子下面啊有一口泉水，非常神奇的是，这口泉水里面呢经常会有鱼流出来，神奇吧？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为什么视频开头我要跟你们说它是靠做梦发财的呢？我们一起进去一探究竟。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他们的房子门口写有一个神奇鱼泉的字样，房子的上方呢写着天赐鱼泉。从他们家这个大门口进来，在这个房后呢要经过这个楼梯才能下去到这个鱼泉的位置啊。我们下去一饱眼福啊。要从这边一直往下走，等于说这个鱼泉是从他家的这个房子下面一直往下挖，一直往下挖，挖下来应该有10多米深啊！哇，还要从这里这个很窄的这个巷道下来，看到没有？就是从这个地方冒水出来的，冒鱼出来的，都是同一种鱼啊！看到没有？这都是同一种鱼。哇，这，而且这个鱼很迅猛啊，很猛。哦，我来了一阵儿，我算是看明白了，它这边还是外部啊，实际上这个出鱼的地方应该在里面，它这个整个里面给封起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窗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我们是可以下去看的，但是它这个地方是直接中间有一个墙封住的。
看这个下面，应该这个鱼就是从这个位置流出来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洞穴，这里有水从这里冒出来。这个地方写着有个出鱼口，看一下，这里有个铁网，从这里面是有水冒出来的。然后他把这个出鱼的这个口子弄得很小，很小，因为意思就是让鱼出来了就不进去了。这边这个前面这里还弄得有尖刺的这种形状啊，也就是鱼基本上只能从这个地方出来，它再回就回不去了，出来就在这个塘子里面了。据说这个鱼呢是两种鱼啊，一种呢叫洋鱼，一种叫油童子鱼啊，生性比较迅猛啊，适合在这个暗河阴暗的地方生长。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种场景会作何感想啊？他们挖地15、6米啊，才把这个泉水挖出来的，你们说神奇吧？这边有一个神奇鱼泉的一个来历。这一户人家呢姓李，户主呢叫李长泉，他们呢住在这个河的边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资源匮乏，因为都是悬崖峭壁嘛，没有什么土地，所以他们的家庭也比较困难。2007年呢，他们就准备搬家，但是在冬月18的这一个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当时也没有在意啊。结果第二天呢，又做了同样的梦。这个梦呢，就是说做梦一个白胡子老头对他说啊，你家呢也困难了这么多年，你家房底下呢其实有好东西啊，你们把它挖出来呢就好了呀。那他就听了这个白胡子老头的话，就挖呀挖，突然间呢就挖到了一个铁板一样的东西啊，把这个铁板挪开之后啊，就发现有一个空隙，里面呢像布包裹一坨一坨的。正当他高兴的时候呢，这个梦就醒了。他心里觉得这个是好梦啊，非常高兴，就和他的家人商量。结果呢，儿子也比较反对啊，但是最终呢，因为他的坚持和固执呢，得到了家人的同意。所以呢，家人就举债10多万啊，从这个房屋后的崖壁往下开始挖，挖到了房屋底下16米的时候啊，终于凿开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洞里面呢涌出来了冰冷的阴河水。儿子在出水口切墙的时候啊，发现水里有东西在撞他的脚，他就说水里有鱼，水里有鱼。结果呢，他老爸也不相信啊。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渔网呢挂在了这个出水口。果然啊，第二天早上这个网里面呢就装满了密密麻麻的油童子鱼和洋鱼。所以说大千世界呀，真的是无奇不有。从此以后啊，每逢变天的时候，特别是在打雷下雨涨水的时候呢，里面就有源源不断的鱼流出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上1000斤。平时呢，它也有少量的鱼流出来。大家可以算一下哈，这个鱼一斤可以卖70、80块钱，他们最多的一天可以卖多少钱？所以啊，我说他们家是靠做梦发的家，没有错吧？那么问题来了，万能的网友们，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凤冈县龙泉镇的6里村，在这里来干什么呢？带你们去看一棵非常神奇的千年古树。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不好找的啊，你只能导航到这个6里村之后，然后问路才能到达这个山上。那么它这个公路呢，已经这个硬化到这个山崖口，然后呢，这里稍微有一段的这个毛路。那么再步行过去呢，就可以到达这棵古树的位置哈。就从这里步行呢，然后就在右侧的这个山里面，大概估计当地的村民跟我说呢，是步行个几分钟啊就能到达。应该是就从这个位置过去啊。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条小道啊，这个位置已经看到了这种比较奇形怪状的石头了，是不是快到了呢？看看这一片的这些石头啊，哇，朋友们，太神奇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古树，我的天哪！然后它的这个根都已经串到这个位置来了，啊，看到吗？
然后我天，看看这个位置，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刚出生的这个小猴？这棵神树呢，盘踞在这个地势险要的岩石之上啊，这个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奇特。那么它的这个树前边呢，是一个神庙啊，这个庙里面呢也有供奉有菩萨什么的。那么特别奇特的是，这棵树的这个整个周围啊，它都是这样的这种灌木啊，只有这一棵树是马灵光，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奇特啊。按理说这里有一棵马灵光树，对吧？那么应该来说，它整个周围是有其他的这种小的树的，但是没有。那么整个位置只有这一棵马灵光树，绝世屹立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也不知道这棵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对吗？是天生的吗？你看它的这个根系呢是缠绕在这个岩石上而生，那么扭扭曲曲的盘旋，奇形怪状啊，非常非常的奇特。那么也从这棵树上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生命的一个奇迹啊。大家可以尤其看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感觉像一个人头像，又像一个眼睛？当地村民呢称这个为菩萨眼。马灵光的这个树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所以你走到这里来，你看到这棵树，说实话，你真的是浑身都起这个鸡皮疙瘩哈，就是感叹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造物真的是鬼斧神工。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一棵树根串的是非常非常的远，然后这一整个主要的这个根系，它是盘旋在这一个巨石之上面的。看一下，你像这些地方把这个石头包裹的非常非常的严实，然后它是两大根系啊，这边这个根系呢就从这里延伸下去，然后我们再到上面去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上方的一个视角啊，我真的看得太神奇了。然后我们再看这里，它是有一个空洞的，看到没有啊？这是一个空洞，然后在这个树的这个正中间这里也是有一个空洞，更是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啊。或许这个我们这个树的这个中间空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奇特的东西，咱们也这个说不准啊。这一个树根蜿蜒曲折的，然后一直延伸过去，也不知道它去了多远。大家这样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棵树有多么的大。我站在这里看一下，我走到这里看到这一棵树整个的场景，我真的是浑身起鸡皮疙瘩。那么据他们当地的村民讲，它这个马灵光树上有一些这个皮，那么他们以前呢，就是整个以前的人容易长疮，对吧？当然也不知道用什么药，那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个马灵光树的这个掉下来的这个皮，因为你不能碰它的哈，掉下来的这个皮呢，拿回去擦身上呢，就能把这个疮这些东西弄好。那么整个我们看到这一棵马灵光树真的是历经沧桑哈，千年的这个大自然的洗礼，那么才形成了它这么独特的一个形状哈，把这一片这个悬空在这里的这个岩石整个包裹住。那么整个它的根须呢，就是盘旋在这里，两大根须呢从左右进行延伸。是不是有非常多的人看着这个树的这个形状之后，你那个假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建议你们自己过来这里看一下，你就感受到这种震撼。看着真的像假的，但实际上它全部是真真实实在这个地方已经屹立了1000年之久。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四川古蔺县黄金镇的园林村，走到这里呢感觉想休息一下，所以呢就在这里住民宿了，就住在
上面这里啊，还原农家，老板娘非常客气啊。我记得1年多前到这儿来呢，就认识她了。她跟我说，这个里面去2公里多啊，有他们园林村新建的一大片的这种中式别墅。那这个别墅建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分给这些居住在山上的老百姓的，也就是说就近扶贫搬迁。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我带你们过去看一看这个新中式别墅是什么样的。朋友们，现在我已经到达了这个园林村的村庄，这些房子全部是新中式的一些建筑啊，非常漂亮。这个地方的环境你们看看啊，两边都是山，然后它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小河沟，生态环境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看到好像好多房子都是没有住人的啊。我现在呢走到这个中部来了，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房子建造的非常漂亮哈。比如说像这一栋的话，应该就是2到3户人。那么它的地下的起底面积呢，差不多就是100个平方左右。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也有很多人是自己住在这里面的，也有很多人呢他们不住在这里，然后呢把房子租给这个外地来的人，他们来避暑。你知道这个有很多地方非常热是吧？园林村这个位置的海拔呢，它是1000多一点，那么高山上的话会达到1500、1600啊，甚至有更高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环境非常的好，夏季也凉爽，又在这个小河边。这个水呢本来是挺大的，因为这边呢已经连续了干旱了1个多月了，所以这个就显得这个河沟里面的水比较小。那么你看这些绿化，对吧？背靠大山，而且这个建房的中间呢也全部做得非常漂亮的一些绿化，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居住在这个绿水青山之中。而且这一片的房子啊，我们从空中的这个航拍镜头来看的话，它房子的一个建筑，所有的建筑挨到一块的这个长度接近1公里，具体多少栋我还真算不出来。像这里哈，他们有几位在这个上面乘凉，他们也都是外地的啊，不是这个本村的村民。这个房子是主人家呢，他不在这里居住，然后就租给他们来避暑的用的。我看了一下，目前这个房子的控制力是高达70%以上，就是适合避暑，也适合长期居住。你们喜欢的可以到这里来看看，真的控制的这些中式别墅非常非常多。这里的详细地址呢是四川省古蔺县黄金镇的园林村，记住了没有？有好多朋友不是说让我给你们找避暑的地方吗？现在找到了，来500人都不成问题，好吧？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深山的一个峡谷里边，这里边呢有一独户人家哈。上2个视频呢发布的也是这里，朋友们没有看的呢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看。很多朋友看到视频呢都留言说蛮痛心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一户人家其实资源挺好哈，他这个位置呢水源丰富，而且呢自己一户人家就拥有400-500亩的这个山林和土地啊。但是至今呢还是一个非常贫困的状态。按理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吧？那么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呢？当然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没有通公路，运送物资呢就变得非常的艰难，包括他现在要修猪圈呢，来回背一背篓沙呢都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非常困难啊。他这个地方呢方圆3公里内是没有住户的，那么他住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被所有山包围在中间的一条峡谷里边的，整个自然环境和资源都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要再发一条这里的视频呢？因为好多朋友啊都在后台给我留言说想找地方搞养殖啊、种植啊、这个创业呀等等哈，所以呢我想把这里的资源呢告诉大家。
这一整条峡谷呢，以前总的是有3、4户人家，那么目前呢，只有这一户人家还居住在这里，其他的房子都看不到了啊。那么他们3、4户人家呢，总的应该有2000亩左右的山林和土地，所以说对于我们投资发展来说的话，是非常容易去进行协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户人家是非常朴实的，那么他们另外的一个村庄需要饮用水呢，都是从他的这个地段上拉过去，包括管子埋在他的土地上呢，他也没有拿到1分钱，他也不在意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是很朴实的一家人。虽然说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吧，我觉得他有这种胸襟和大度，那所以跟这样的实在人合作呢，我觉得是非常靠谱的。而且呢，它这个地方环境又好，资源又好，不好好利用呢，确实还蛮可惜的。它这个住房的位置海拔呢是1100米，然后水源呢是从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面流出来的，而且水源出口的位置平行上段呢是没有任何的住户的，所以这个水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它的房子旁边呢就有一个很多年前筑起来的一个水库，水呢而且非常非常深啊，现在我们就能够看得到水源。整个这一圈山板呢是有5、6个山洞的，而且有些是相通相连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去发展旅游避暑啊，包括这个养殖冷水鱼啊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遗憾的是这个地方是不通公路哈。如果说要发展要开发的话，是需要修一条公路的。那么修这条公路的费用呢，可能要花10万以上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自己过来看一看。地址呢在遵义市沙湾镇连千村北实堰的龙家沟。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前2天呢，我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外地的一个老板呢，他要定做200个大簸箕。那么我就找到我们村里面的70多岁的密匠老人啊，问了一下他能不能做哈。实际上他是可以做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制作这个大圆盘呢，它这个非常费人工啊，就是制作一个的话就要花4到5个人工，所以它的价格呢是要500块钱一个。那么联系我这个老板呢，他是江苏的哈，他说是500块钱呢，确实有点贵了。那么300块钱左右是差不多的啊，他这样跟我讲的。那么我在想的这个200个的大簸箕呢，是一个大订单啊。如果能接下来的话，可能村里几个老人的话都可以干1年了啊，我觉得是非常不错。我呢也把这边这个圆盘的这个模样呢拍视频给那个江苏的老板了，然后他说这个制作就是我们这边这种制作呢比他们那边要复杂，就整个底座是要复杂的，所以他就跟我说可以制作简单一点，看能不能就是价格低一点哈，他是这样讲的。那我今天呢又再过来问一下啊，这个老人家能不能把那个底座圆盘呢改成这个江苏这个老板他要求的这种简易的这种模样哈，是否呢是会便宜一点啊？我走底下上来呀，吃饭咋样呢？你又备菜了啊？那哪个备个了啊？你咋没给地图啊？做图啊？脚痛，天天干咋回事？他做动了，做不掉了，没自带小红了。歪到去了，可能单独有点。歪了嘛，没掉的嘛。你少备点嘛，备那么多堆积。他不要，他不做啊？少不做。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制作的这个大圆盘，它是中间起一个圆孔，这里都是双层的，看到吗？这里都是双层的，这个确实要背工的多，主要它这几圈就很费工，然后在这个边上来这个做这个交叉的话，这一种肯定是要比那种简易的要背工的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改成那种形状的话，应该是可以这个缩减一定的工期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老板要求的就是这种，这个其实确实是简单的多哈，要比这种要简单的多。你这个闲不住哦，也没事就赶紧来备菜。
要注意3天了。你把它写进我的表里噻。我的时候我过了还要手就抱着手一下。哦，走吧，放进来，放进我背走噻。给我的背走。走嘛，走。你要给后面那个渣渣可不可以换一种编法？让我们找个谈嘛。你如果换来可以买就跟他谈下噻。这个渣渣如果是要干成他的这种的话，要简单得多。他这个就一块块那个像编巴扎那个哦，你看吧。这是塑胶的东西。就编巴扎那个就编进去了。这三角形的演了嘛？你看嘛。你这个要是干几天呢？4天多可能哈。5天了，我跟你说。干5天。他意思他支出来300块钱一个。300块钱他会在这边定，我又不要了，我又不干。其实我的意思嘛是，反正有可以干嘛就跟他干下那个，反正我就要给你们找点事干去。实际你我又不从中赚钱。你不够火山。我就是帮你们连你到这儿找点事干。你可以让我们看嘛哈，你编一个这种，我给你买。你编一个这种编来之后看你要好多人工，看你要几个人工，然后再跟他谈。他要编200个的话，你想你们2-3个人家都要干1年。你都干不到。你们2-3个人都要干1年。你要干不到干不到，肯定干不到。干2-3年的，做让你再手就是多了还干也遭没得嘛。你编这个要编好久啊？你编这个外面这个噻？1个多人工，他这个最多半年。他这个编好最多半年都要不到。没有看到过他。就是他就是我都看懂了，他就那个一般那个整洁好，那个下级编一下，那个编一下2下，就编2下，你这下级编2下，就这个编好。300块钱根本肯定我找人了嘛，他们不就干。你别看我给他做的，他来桌子上我的，主要是不要他们找。桌子上我的，他滚车滚卖。反正好多钱给他滚。你们几个那就分开干，各干各的。各干各的。你就快点了，你就滚长大点钱，真的不行，真的干的要出。因为你看跟他干一看跟来干嘛？哪个时候来开始干的喽？因为下次别是哪5月下次。要农历5月以后。对了，好像农历5月以后。别不就要表面了。5月干的。5月夏至以后是不是？夏至以后的能看。你这个如果自个渣渣莲花带编一个人工干出来，30莲花带编一个人工干出来了，我觉得3个人工就干出来，用它编它这种，到时候夏至过了你看出来是啊，就编2给我编2个，我要。你先给我编2个来看一下，要好多时间的人工，你把人工算好。到时候如果说编出来人工大概3个人工能够搞定的话，3个人工能够做一个的话，那么就会跟他谈噻。不，其他任何事情不用你管了嘛。把这个东西拿个上车也好，啷也好都不用你管，你这个就收300块钱就行了。其他事情我来帮你整就行了，我也不收钱，我也不赚1分钱。真的不懂你问我，正天的干的一个现在还没你。有点不大用。这老人家还说了一个重点，就是现在的竹子砍来是不能编织的，因为现在的竹子砍来之后，它要长虫，也就是编好的新东西你用不了多久就有可能坏。因为他说要过了这个24节气的这个夏至过后砍的竹子呢，它才不长虫，所以要那个时候才能够编织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他们常年做这个的就有这个讲究啊，你不讲究也不行啊，你现在就去砍竹子的话，砍来之后编织好了也不行，它就要长虫，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能是夏至之后才能够开始编织这个密货啊。如果按这个老板给我的这种形式的话，3个人工应该是可以编，但是没有算上这个来砍竹子啊、扛竹子啊这些
活哈。我呢当然是希望这个事情能促成啊。那么我跟那个老人家说了，就是等到夏至之后呢，他砍竹子来，先用那一种方法来编织。我也打算编1、2个，因为家里要晒东西嘛。等到夏至以后呢，先砍竹子来编2个，看看这个要多少人工，然后这2个呢，我先出钱买啊。如果说这个人工在3个人工可以搞定的话，那么这个单子是可以接的，也是可以做的哈。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这个深山里面的一条河边，从这儿进去呢是一个大峡谷，里面呢有一个无人村庄，里面的人已经搬出来10年左右的时间了。整个里面呢应该差不多有1、2千亩的这种山林和土地是完全荒废的，没有一户人家居住。所以呢，我今天从这儿一直走进去呢，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整个地方的一个面貌。哎呀，大家看一下，我从这里走过来的，然后这里是一整片山过去，一直到前面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山头下面，这一整个峡谷呢是没有一户人家的，里面本来有10多户人吧，现在基本上是房子都是看不到了的啊，因为已经搬迁走10多年了，所以呢整个土地啊全部是荒废的，然后房子呢也基本上全部倒塌了，看着呢就是一片森林。当然这个之前的一些种的地呢还是能够看得到痕迹的啊，比如说那里那一块就是土地，像这个地方这些也是土地啊，只是没有种了。那么人也全部走光了。这儿呢可能整个看去呢应该是有1、2千亩的地面是有的。我现在呢把这个无人机放出去给大家拍一下这一整个这个山脉。因为走路的话，这些林子里面的路基本上是不太好走了，而且呢，我又穿的这个短裤，这2天呢，山上这个很容易有蛇，所以呢，这个安全是有一定的隐患的。穿着这个短裤的话，所以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地方呢，放一下无人机过去呢，把这一边给大家拍一下啊。如果说朋友们看中这个无人村这个峡谷里面这些土地和森林，大概是1、2千亩啊。如果说想到这儿来搞养殖呢，大家可以来找村里面这边的详细地址呢是遵义市汇川区松林镇妙林村的浪草组啊。如果说大家想自己先来这儿看一下呢，这个地方也比较好找哈。大家导航到松林镇妙林村，然后顺着那一条路往河沟这下边走。到了河沟的位置呢，
过桥之后呢，就有右手一边呢有一条这个毛的这个公路进来，一直往里面走呢，就到这个村子了。你可以先自己过来进去看一看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你想要发展的东西哈，那么然后再去找村里边也是可以的哈。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哈。大家可以顺着我说的地址过来呢，就能够找到这里哈，挺好找的。在湖北恩施的大山上，无人机无意间发现一户人家居住在大山之巅，这个地理位置啊，真的是绝美啊！门前呢有一片开阔平坦的土地，就像这一片地方就是专门为这一户人家定制的一样，非常的美。我们从后方来看一下，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视野非常的开阔，整个前方呢看去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既视感。我们再从正前方来看啊，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就像一个坐在山巅的一把椅子，有那种点兵点将台的这种感觉啊，气势磅礴。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座山上啊，我跟你们说，想要来到这里啊，非常的不容易。我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后山的，来到这个后山呢，需要经过一段挂壁公路，而且是没有硬化的。我的妈呀，你们看一下这个路。哪怕我是一个经常走山路的人啊，开到这样的路，我自己都有点胆战心惊。主要是路太窄，边上呢又是万丈深渊。那么我们从后山走过来呢，需要经过这一片的青冈树林啊、沙树林啊什么的。这边的这个环境啊，真的是非常好。看一下这些各种灌木啊，都长得笔直笔直的，是吧？然后这边呢，就是拉到他们家的这个线。哎呦，你们看一下这一条小道上，是不是特别适合拍照啊？整个路上都是这种青冈树叶覆盖的，非常的好看哈。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的出片？石头上都长得青苔，对吧？看到了吗？走到它这里就是这种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看一下这边呢，就是他们的后山，后山呢就是一个元宝宝。这里有2座古墓，可能是他们家的祖先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啊，视野非常的开阔，看一下对面都是云雾缭绕啊，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这个位置它就像一个山顶上的一把椅子，对吧？然后这户人家呢，他就居住在这里，地理环境很好。这边呢种有怎么说也有个20-30亩的这个土地，全部都有耕种起来。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恐怕就是形容居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哈。我们看一下有人在家没有哈？这些地呢也都全部都这个耕过了，然后这个边上还长一些菜。这个呢是一个土墙的房屋，这边好像还养有蜜蜂，对吧？然后这个玉米呢全部是挂在门前的。他们这边建的这个房屋呢，上半部分是这个木料的，然后下半部分的这个板壁好像是用水泥来敷的，是吧？有人在家，我们听到音乐的声音了。哇，这个边上挂了好多的玉米，老好看了。还有这个木材也堆了这么多，哎呀，挺好看的。有没有人在家呀？堆了好多柴。哎，说吃饭了在？吃饭。就是你们2个人在家呀？他是你们？哦。他吃在饭。不是，我吃了，我来耍的。哎呀，你们住的这个位置安逸哦。耳朵有点问题。耳朵有。大声点说哈。对。我说你们住的这个位置还可以。我是可以啊，不得行那个工作都有同事可以，那不行。你走过来也不远嘛，从那边走过来不远。你们姓哪个呀？姓我呢？啊，我姓姚啊。姓姚哈。哦。你哪里？我贵州的。跟我呢？娃儿呢？
完了啊。哦你们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我们那住了几十年。几十年了？原来在那个万和头改以前就上那个高层来，哦，那大概在已经10几年。你种的有好多地哦，我看这些全部都种起的，我在有10几亩，我看起不少。这上面水有没得？所以我也没得问题啊。水没得问题哈，有水的。有好大年纪了你们？我啊， 77了，你有77了？哎，咦，我真看不出来，我天，那可是，我看你像60多哎。那是啊。我1947年嘛，你是1947年的，你刚出生就到这儿来了？哦，那小的些在外面搞哪样？啊，我说你家小孩儿在外面搞哪样的？他们还没打工啊，有几个小孩儿哇2个， ？2个哈，都在外面。种地的话是有牛来耕吗？还是自己挖哟？自己挖，用锄头挖，不用牛来耕地，哎纯手工挖。哎，今年冬天又好嘛，没事么把它挖下，好做活的泡一些，反正就是没事就挖，没事就挖哈。哎，这个老人家说他们这个土地10几亩，我感觉是不止10几亩的。这个整个片区看起来是不止10几亩的，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做土地啊非常的方便，就在这个家门口，他所有的土地都全部在这个家门口，根本不需要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可能跑很远去种地干嘛的，所以种地也是非常方便。我估计当初这个土改的时候啊，他们搬到这里来呢，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在山上呢也没有人跟你去争抢土地啊干嘛的，然后再加上把房屋建在这里呢，这个做土地呢也是非常的方便。2个老人家呢，他们在吃饭，我就不在那里跟他们聊了，耽误他们吃饭啊。我出来带你们逛一逛。有很多朋友就是担心这个住这么高，在这个山上会不会缺水啊？我刚才也问了老人家哈，他们这儿是不缺水的哟，水是永远都够的。你们看到没有？这里一整片的这个土地全是2个老人家一锄一锄的挖的，他没有用牛耕，也没有用旋耕机，这些土地全部是手工用锄头一锄一锄挖的，厉害吧？反正他们住在山里嘛，也没什么事，就是砍柴，然后就是种地，累了呢就回家休息一下，没事呢就来挖地。反正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农耕劳作，住在这个大山上啊，欣赏着这么绝妙的美景，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一些心理压力啊、负担啊什么的。所以你看那个老人家哈，77岁了，让人感觉真的只有60多岁的这种感觉啊。整个人看去呢，就特别的显年轻啊，可能跟这个住在大山上，空气也好，然后视野也非常开阔，这些所有环境带来的呢，可能就是这个身心的舒畅吧，啊，也让人呢看去呢更加的年轻一些。喂猪没得？我那喂的哟，喂得有哈，要杀了不？快了，快了哈，马上要杀过年猪了。你砍了好多柴哟，哎，你这柴吧都可以够烧1年咯。那会儿年吧是有个了，可能冬天的要烤火啊。我说外面的人有人走你这儿来耍没得？很少哈。偏远地方哪个在我们那些地方没有？在像我们那些公路不通，就是那边的公路它那个一点点小公路，一般没那个这个进来。现在我也没那个能力修那个公路，跟他们不在硬是他也没打算在搞个住，所以就没修那个公路。就小的也没打算来这住哈。哎，没打算那种。我那会儿假如说死了吧，这个地方就给我最甩的。那些地方以后啊，可能只有没那个住了。就成为山林了哈。哎，他都不山林了，没那个。经常出去耍不？哎，我跟姑娘他们后面在恩施嘛，就1年在恩施去玩几回啊。1年去恩施玩几回？哎，那你孙子啊，现在应该都好大了。他在武汉读大学，都20岁了。 20岁了。哦，那马上都要工作了哈。现在你们2个老人家反正啥都不管，就在这里管自己的生活就行了。我好像过了
但是可以不要他们管自食其力。哎，个人管个人哈。个人管个人。你看，你们这就看得开呀，也一下子看到对面。啊，这个是天麻，送一包给你们。天麻。你们这边应该没得。这是就是我们贵州产的天麻。哦，你贵州搞天麻。这天麻你到时候吃的时候拿来，头天晚上用开水把它泡起来，第二天早上拿来切来炖肉来吃。你把要杀猪了嘛？杀猪了就可以炖排骨。你不贵，送给你。你送给你。我就来看一眼，我就走的。来看一看，又没喝口水，又没抽根烟。哎，让我走嘞，老娘，你收到，你手上。啊，走了。好，哎。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我跟你说，年纪大了之后，寻得这么一片地方，水源也有，然后视野也非常开阔，就在这里生活挺好的。如果说在远古时代呢，这个地方确实是那种丧家的位置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通公路，在这里呢就可以很方便的耕种土地，你的劳作效率呢也要比在另外的地方高得多。你一空下来就可以去劳作，就减少了这种往返30分钟、50分钟的这种路程。你看在这里呢，它烧柴也非常的方便，就在山后两边都有大量的这个木材。所以说你在几十年前呀，这个大家都没有通公路的这种场景下呢，在这个地方生活居住呢是非常方便的。当然了，时过境迁，现在呢在这种大山上呢就不太方便了，因为别的地方呢都通公路了，但是像这种地方呢，它只有一户人家呢，这个公路它确实是没有办法通过来的。那么这个生活呀各方面呢就没有那些交通方便的地方来的实惠。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好处嘛，居住在这个地方呢，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视野开阔。如果说让大家选择在这样的地方来无忧无虑的居住和生活，有多少人愿意啊？